同志们，这个计划完败。看我家这是车库，这都是老式的那种门。我刚从楼上干活下来，现在我家这边要整一个车库的这堵墙。这堵墙看中间这个缝没，已经裂开了。这是一个承重墙。原房主呢，我也就整不明白，他自己建房子再把这个承重墙给你拆。我家现在就是想办法把他这个承重墙给他修好吧，不让他最起码塌下来。前一阵拿这个红砖，看这红砖给两边砌好了，搭了一个架。我家也有这种气泡砖，白色气泡砖，这种也抗压，但是抗的不是特别多。如果正常盖房子往上盖的话，全是用这种红砖，没有用这种砖的。买这根钢筋花多少钱？钢筋还真忘了，没多少钱。这是钢筋还真不贵。而这上面这块是那个雨达，到上面这边是雨达，这个排水管呢从这边到那边就走出去了。这个东西它因为它之前上面有这个房顶上面有一棵树。它那个树经常在往下掉那个树叶啊，埋的东西树皮什么就会在那积累，把这雨达就弄满了。一般来说，他那个原房主说了，1到2年必须得清理1次，要不然水就会溢出来。因为这个雨达里边，这排水管里边就满了嘛。然后我在去年清理的时候，我就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叶子种子，然后还有好多动物，就是草图、蜈蚣，就是所能想象到都见了一遍。我打开那个戳上面瞬间我就觉得我好像冒犯他们了，就所有那些小昆虫都在一起拿眼睛看我，就是瞬间好恶心，好恐怖。我也挺麻的，但是坚持把这上面清理完了。但是这块吧，你看这个房，你过来拿这边找。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这也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看到新的这种油漆，基本都是他在刻意掩盖一些东西。我们刚来看这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个裂开的这东西，他拿那个新漆，就是新的油漆把这块给刷上了，我们看不着，我们就以为这块没事，结果呢被掩盖。然后还有看这，它这个断已经这块断了，因为它两边一共分了3节，这块断了，你能看到这边这个印儿，是不是也断了？它会从中间塌下来。我现在相当于用这个钢筋水泥砖头把这块做一个像小板凳一样把这块撑起来，只要保证这2块石头上面这2块它别掉下来，尽量补救吧。等到过1、2年这个疫情过去之后，等我老丈人然后我老丈人是专业的，到时候我打算把这面墙就直接都拆了，这个都拆了，这个车库顶都重新做，换成彩钢板的。但是眼下来说，最重要是保证这块别塌下来，这个是太危险了。我家从建材买完东西都是往车库里搬，看看我们家还有哪些。这个门，最外面的大门，这是买完了。然后这个是吊顶，你们想看铺完什么样，可以在我以前的吊顶视频当中你们能看到，还是挺好看的。来看看这个门啊，这顶是114块9毛9，这一个纯实木的门，这个门也挺好看的，因为我家门都是白色嘛。就这一个了，你们猜我花多少钱买的？最近这不是打仗嘛，木材也严重的短缺，大家都在抢购，因为要断嘎死了嘛，自作自受。我带你看看我家这个，看看这个屋，就是车库旁边这个屋，摆了很多这种木质托盘。因为每次我们买木头的时候都会一托盘一托盘那么买。我们又在我们附近的建材商店订了3托盘木头，1托盘的木质颗粒，木质颗粒用于整锅炉，然后以后木头全都在这儿了，放这屋。这个屋相当于工具房似的，看看。我一般切割瓷砖啊，切割什么东西时候都是在这块儿。又买这种电锯，这块都是买房的时候就已经归好的，然后上面还有放的零零散散的一些细工具。地上也都是水泥地，现在就是因为干活嘛比较乱。
以后这个屋我们也都会给它做好，这都是后续的。再带你们看一下在旁边的屋，看这个屋。这个屋相当于一个，我管它叫做小酒吧，但其实是一个会客的酒吧，还是酒吧。这块有一张桌子，很大一张桌子，现在让我家放上一些杂物、纸盒什么的，因为我要邮东西，所以，这都是包裹。就在人多的时候，或者是小孩的同学来呀、生日聚会呀等等这种活动的时候，可以用于这个屋。这个也是在我们花园以及房子整体都完事儿以后才能弄这个屋。它这个屋的装修风格也是挺漂亮的，看顶上都是全木头的，最上面这块有一个拜仁州的州旗，看这一溜全都是他们家喝的那个酒啊，应该是说剩的酒瓶子。这边有2个奖牌，我也没弄明白是干什么的。看像这棚顶有很多木头的盘子啊，用于装饰。看这块有个羊头，真正的羊头。出来就是花园了。现在看看它干咋样了。我就在这边，一条墙砌完，下边有撑子的，砌完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它不硬了吗？然后我再砌这一边。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不太结实？那你问我干什么？你不给你搭把手吗？你咋把我回上？我按都按不回去。同志们，这个计划完败。家又整这又整那的。目的就是还是得练呢。现在要咋整？我先把这个头搭上点，然后我直接拿个板一躺就完事儿，不整这样。我想直接，本来我也想直接把斜坡都一起做出来。我想就是分步吧，最后再做这斜坡这个直角，就这样。你看这个架子啊，其实你是这样晃和这样晃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两边晃出来，这东西就完了。你还得需要拧太多螺丝，然后我这个电钻没电了，就不整。现在能做点是点吧，就干的比没干强。这种砖有个特点就是带眼儿嘛。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干活的时候从下往上细嘛，从上面往下灌浆，把这眼儿全都封死了，里边全是水泥。但因为咱这后往上顶，没有那种。哎呦！
是出来给他接点蒲公英，给他拜拜火。今天干的活实在是，大家千万不要学啊！看都这样了，这绝对是超苦那种，我是吃不进去。但是这个很下火呀。那视频呢已经到结尾了。大家也看到我家干活，就是因为我们两口子都不是做这个行的，很多朋友也怀疑我们是不是就是学这个土木专业的，没有，所有的活都是我们自己 DIY 去弄，所以很多的时候会弄错，然后再修正，把一些正确的经验以及我们认为好的装修时候好的地方，然后告诉大家。所以大家别忘了动动你的小手，给个赞，然后呢记得订阅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